超美味曲奇，工作状态满分。本节目由超好吃的趣多多曲奇独家冠名播出，实力高能进阶 offer 轻松到手。感谢惠普星 Book Pro 14锐龙版联合赞助播出。兰蔻不屑你未来线上学习平台，赋能女大学生职业发展。本节目由兰蔻赞助播出。美味持久在线 offer 随时开炫。本节目由清爽根本停不下来的炫迈行业赞助播出。offer 令人心动，英仕派伴你逐梦。感谢凭实力智领先行的东风本田英仕派赞助播出。展露优雅真我，职场得心应手。本节目由时刻优雅的浪琴表赞助播出。同学们注意一下，在1号会议室集合，发布第2个案例。每天都有这个案例吗？案例2，我们需要呢以此案件的焦点展开4对4的团队辩论，整个队伍每个人都将获得10%的 KPI。想证明著作权侵权，还是只能用实质性相似和接触。胡明浩是个定海神针，他能收服他的队友。侵犯他们的权利，侵犯什么权利呢？就是改编权呀。无论是从独创性角度，还是从作品角度，我们都可以把对面击翻。我总感觉这里的逻辑有点问题。那个 AI 创作出来的不是作品的话，那它是什么定义呢？混乱了。那只能说肖阳老师自个儿没想明白。怎么办啊？怎么办？谁能够带他们逃离困境啊？啊！我先走了，我去吃个早饭。哎，好。今天有个新朋友跟我们一块儿上班。哎，你还有朋友要来吗？是东风本田英仕派，宽底低趴的运动造型，流线型的整体设计。尤其是我特别喜欢这个车前脸的纵向直瀑式格栅设计。这车很有设计感，很适合我们上班开。来，今天我们先行一步。这都没怎么睡啊，这应该是就几个小时。Hello， 你来这么早啊？我刚来。哦，你们怎么都一起来的？我们那个恰好碰到。那我直接去会议室吧。走吧。手下留情，姐姐。手下留情，我才要手下留情。还有5个小时，一下就过去了。就先跟大家讲一下我昨天晚上发现的新点。好。首先就是它具体侵犯什么权利的问题。我觉得咱不必要使用改编权。判断侵权的逻辑，首先是判断一个作品是否是侵权作品。如果一个作品是侵权作品，然后你把这个侵权作品，演绎了也好，发到网上去也好，其实是侵犯了信息网络传播权或者演绎权。所以实质性相似其实是用来判断这个作品是否是侵权作品的。非常的细节。他想得很通了。但是我还是想确认一下，就是如果我们不说改编权，就说著作权，他如果具体问起来，我们要怎么说？信息网络传播权。漂亮，梁威就准备空了。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反不当竞争法的内容。哦。一般侵权的损害部分可以通过反不当竞争法里面的内容来证明。找了一些新的观点。是的。也就2大步啊。第1步就是那个知识产权法上的侵权。第2步就是反不当竞争法上的侵权。然后一会儿我把我那一大串整理成几条，然后就可以用了。好像老师在上课的感觉。1、2、3、4、5。我感觉他自己其实对自己还是很有信心的，就是他那种小微笑，他心里通了。他是个很扎实的人，他如果心里没通啊，他眉头就一直皱着。他那种性格里的让人的安全感和踏实感，也是这么体现出来的。你有没有统计一下你5分钟大概能说多少字？还没有写完，还在改。行，就你还要考虑，你可能到时候会，因为紧张的时候是会快还是会慢。我讲话的语速是那种
开了200倍速度才讲的。正常读一下试试，因为我们要根据你的字数写你的一遍稿。这有经验，这一看就是辩论高手，绝对这是老手。这不就是吗？哇，要改。你是已经改了吗？我已经改了。对，我已经改好了前面。看这个，一开始就是那个总括，结合自己作家的作品，判断是否构成实质相似，用了相同的考虑因素。哎呀，我有个逻辑想问一下，你们如果是反方，你们会怎么问我？好难哦，他要站到对面去。也就是能不能回来质询一下？对我俩不知道怎么输出。我再练练。要不你大概说一下反方的一些点，然后我现在来变一下。我认为从要件和结果上，我方都没有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综上所述，无论是在著作权法下，还是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下，我方都不构成任何的侵权行为。OK，首先针对您方的第一个意见，即无形的最终形式。如果说这个作品的内容成为作者修改，就是成为作者表达思想利用它来进行收益是我们的权益。两个点，第一个，不要主动提这种不利案子；第二就是，确实不是两部作品，主体一定是人，而 AI 并不是人。你这一段其实是在一辩稿里有的，所以你要，看一看一辩稿，跟它一致。我觉得我的可能劣势就在于我不知道如何清晰的表达。那你就把你预测的问题的答案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写出来，然后念就行了。他自己也笑了。你总我觉得你可以清晰表达，你平时说话挺清楚的，我觉得挺好的。他知道这不够好，但也没办法了。多读几遍，然后其实读个几遍就熟了，然后也不用。他看起来比这个28岁的大哥还要成熟的感觉。胡明浩是具有领袖气质的人，而且他还有兜底，就实在不行，我会给你个方法，我能解决你的问题。对，这天生的领袖。你们都是10点半的。我11。那我们把昨天的东西总结一下。好，谢谢。OK， 首先是侵权嘛，对吧？那这个权到底是哪几个权？我们昨天只说了一个改编权，对不对？其实最重要的也就是这个改编权。我觉得对方攻击我们的点主要就是实质相似性嘛。我也觉得是实质相似性，但是我觉得用了5分钟的时间来做，但他们绝对会纠缠你。对，我们就不要跟他们纠缠，就简单一句，不要给他们带偏了是吧？对，因为我们要是给他们带了的话，那我们就没机会说出我们一些关于作品或者是独创性的一些讨论，那这很糟。Kim 有他的想法 ，Kim 是说我的立论4点已经把实质性相似讲清楚了，后面就不要纠缠。但是问题是对方不会允许你说清楚就说清楚，对，会纠缠，不断的一定会纠缠，小的细节都拉出来。对的，就辩论还是你丢出来，我就必须得回应你。那当然，而且就往下至少想到3层，要3轮的攻防基础的要求，在场上才能形成交锋啊。太可怕了。就其实我们杀手锏应该是作品。就是我觉得，如果你说它不是作品的话，我觉得整体就推翻了所有的问题了。那我们就先把他们想的那些全套出来，然后别做任何回应。OK， 我们先套。然后我们最强的点留到最后才说出来。这样会比较清晰一点。对。OK。我就接杯水喝。OK， 我也去接杯水。我先去念一下稿。小说内容和其向不明的版权作品相似，扰乱点侵害著作权的行为。对不起。
你写的怎么样了？我写的非常的简单。这页是吗？这都是你写的比较啊？也没有，就是不是我到现在还没有搞懂我们到底是不是要不要说它不是作品，还是到底是作品，还是怎么样？就我一直都没有搞懂。我觉得他们的思路可能是，好，拍板，队长。到底是还是不是呢？就是不是作品。但是那不是作品啊，实质相似性。对，是作品的特点吧？对，我知道，就咱们一直绕不开这个问题，就是对，实质相似性的判断吗？对。Hello 啊，同学们，我们2点钟正式开始，现在还有半个小时，一会儿是在第2会议室。好的。太可怕了，马上要开始了。你干嘛呢？不想躺平，只能放肆卷，谁来救救我？你得放松一下，压力别太大。来块趣多多吧，香脆曲奇一口下去，超级酥脆又解压，心情也放松许多了。哇，豆多饼脆，真的每一口都能吃到豆。吃完曲奇再努力。干杯！我感觉状态又回来了。成果展示了，成果展示，真刀真枪。我们准备开始今天下午的辩论环节在正式开始之前呢，我先说一下今天下午辩论的程序和时间要求。总体的程序是正方和反方分别先做一辩。我方认为运用 AIGC 工具进行文学创作构成侵权行为。我方当事人使用 AIGC。一辩结束以后，中间做自由的辩论，纠正一个概念，这显然就构成了不正当竞争。暂且不论是否存在侵权事实，再由反方和正方做总结陈词，然后一辩和总结陈词各5分钟。中间的自由辩论，每一个人每一次限90秒。那我们今天的辩论正式开始，请正方一辩首先发言，谢谢。大家好，我方认为运用 AIGC 工具进行文学创作构成侵权行为。具体而言，侵犯了相关权利人的著作权，以及因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导致的侵权，我们将分别进行论证。没有提改编权。首先，就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权而言，《神隐江湖》与原作品实质性相似。最高人民法院81号的指导案例明确提出，判断是否构成实质性相似，可以从人物设定、具体情节、总体情节等方面综合考虑。在人物关系方面，本案中的郭青对应郭靖，王蓉对应黄蓉等等，有一系列的主角名字非常的近似，他们的人物关系与原作品的人物关系也是高度重合的。此外，《神隐江湖》故事的开端是在4大门派，他们的颜色以及对应的特征的描写都是与原作品几乎是一致的。在总体的情节方面也是非常的相近似的。第二点，小安他与原作品之间存在着接触的行为，在本案中，小安他主动要求 AIGC 根据 Z 作家、J 作家的作品来进行创作。
并且小安他是明确发出了指示，要求 AIGC 总结2部小说的人物小传、故事情节以及他们的写作风格。小安的行为，它属于著作权法中对于接触的认定。此外，小安使用 J 作家和 Z 作家的经典作品进行商业运用都没有得到授权。同时，小安他将作品上传到网络，并且进行了盈利，小安他就不能够主张合理使用作为抗辩。第二点，小安他故意指示 AIGC 以原作品的智力成果作为基础，来利用原作品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吸引了原作品的一些读者、粉丝，同时来获得经济利益，这就构成了不正当竞争，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综上所述，我方认为运用 AIGC 工具进行文学创作，构成了对相关权利人的侵权。这是强打实质性相似了，论证很充分。哎呦，刘律笑了，满意的笑容。好，请反方一辩开始。我方强烈反对我方当事人使用 AIGC 工具进行文学创作，构成任何侵权的行为。正方主要的论点是《神印江湖》小说内容和旗下的著名版权作品构成实质性相似，相似与不相似是主观性的。著作权法里面的基本原理，思想与表达2分法中，思想是不受著作权法保护的。我们首先要确认，到底这些特征是思想还是表达，到底受不受我国的著作权法保护。我方认为，正方一辩刚才对小说内容相似点的分析是毫无意义的。首先，我们说人物命名和特点，在金素江案里，作家将用了金先生小说里边相当数量的一些人物名称、性格、背景和关系，但是没有将这些情节建立在金先生小说里面的基础上。法院认为难以达到侵权的程度。就写作风格而言，风格本身并非一种表达的形式。基于我方当事人只是分别少量用了版权人的作品里不受著作权法保护的思想元素，我方否认任何侵权事实。这个案例还是很经典的，英美法系的习惯，援引案例。对，正方反方相对还是平衡的。张雅琪他一开始就是介绍正方的论点的时候，整个逻辑链是非常清晰的，它的整个的这个标准，然后几个元素分别是怎样满足的，然后得出他们最后的一个结论。朱彻莹的其实我觉得他还可以，我觉得他可以，他比较稳，而且讲的还都有在理，而且是下了功夫的，他的表现也可圈可点，可圈可点。是的。好的，那正反双方可以开始自由辩论，单人单次不超过90秒。我想先问一下一辩，我想先对人物关系这一点提出一个质疑。在本文第2页中，少年郭青的父母被阴阳门的掌门人梅峰杀死了。这简单的一句描述，如何可以匹配这作品中郭靖之父郭啸天和其义弟杨铁心因被段天德陷害死于临安牛家村？又怎能匹配哈利波特作品中所描述的哈利波特的父母为了保护他，幸免于伏地魔的杀害而死？请问郭青到底是符合哈利波特的生平介绍，还是符合郭靖的生平介绍？好问题。同时 Z 作品中主人公郭靖的师傅有很多位，有江南七怪、洪七公、周伯通等人，不知道这么多师傅中哪一个符合我方小说的洪太师的特点？同时，您方所说的门派由颜色代表，但是时间到。感谢对方辩友的问题。首先，对于人物设定的方面，您方所说我方的郭青他的父母双亡，这些就是无法与2个作品中的某一个进行对应。但是其实郭青的性格其实是相一致的，都是父母早亡，他们都是武林高手。
人设属于2部原作的叠加，同时宁芳的《神印江湖》这个作品，它有一些具体的细节设置都是与原作品非常的相似。比如说，主角他在水池里钓东西钓不上来，在您作者中他是钓金鱼，在我们版权方的作品当中是钓娃娃鱼。您觉得这2个区别很大吗？还比如说一些其他的细节，最后对决阶段，小说它有描述一些光线爆炸、武器飞到天空等一些细节，在您方的作品中与我方 J 作家的作品的最后的对决阶段都是一模一样的。虽然可能那个武器爆炸的颜色不同，但它的主要故事情节、它的人物构成……好，时间到。好，我好强势，意犹未尽。想回应一下宁芳刚刚说的。先回应刚刚一辩说的门派颜色的问题，在我国的文化背景下，也存在着以颜色代表教派的情况。比如说藏传佛教的宁玛派为红色，噶举派为白色，格鲁派为黄色等等，仅以颜色来判断一定符合宁芳所代表的2部小说，我觉得有点武断。宁芳还说，您的故事主人公的性格特点这个实在是太抽象了，这完全是一个概念性的问题，且，会因人而异，有不同的想法。通过著作权对作品的定义可知，受著作权保护的文学作品的部分是它的表达而非思想，表达是具体的，而思想是抽象的。我方不认为文本的表达构成实质性相似。比如说，以湖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与陈侵害著作权一案为例，法院认为，对于包括时间、地点、人物、事情起因、经过、结果等细节的情节，才可以成为著作权法所保护的表达。针对您方提出的问题，我方将从3个方面来进行解答。首先，我们是从人物关系、具体情节和整体叙事与时空环境3个方面进行判断。以上3个方面单独来看，或许不能够证明实质性相似，但是3者的结合构成了这作家的故事情节与这作家的人物的拼凑。《神印江湖》与原作品构成实质性相似。我先请问一下，关于对方2个侵权的问题。第一个关于著作权相关，我想问，总共有11项具体的著作权，我们究竟小安侵犯了哪一项权利？你们没有给我一个具体的说明。细化子权利啊，来了。第2，关于反不当竞争的相关问题，请打开案情介绍的最后一句。版权方以著作权侵权为由向小安提起诉讼，本案的论题仅限于诉讼著作权纠纷，而不涉及到其他纠纷。漂亮哦！纠纷重点是著作，不错哦。对方有离题之嫌。对方辩友您好，首先针对您的第1个问题先予以解答。我方在本次辩论当中，认为。小安主要是侵犯了我方相关权利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在著作法第10条规定，著作权包括信息网络传播权，即以有限或者无限方式向公众提供，使公众可以在其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而在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与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一案，以及北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天津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等与被上诉人上海美术有限公司的案件状况与本案非常相似。您方将被诉侵权作品通过网络进行付费的传播，使相关的用户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该作品，构成对我方权利人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害。那个回答你第2个问题啊，这个 PPT 最后一页案件焦点说的是运用 AIGC 工具进行文学创作是否构成对相关权利人的侵权行为，而版权方以著作权侵权为由提起了诉讼，仅仅是我们代表的一方以他们自己的理解向法院提起的诉讼，而我们作为律师以我们自身的专业性代表我们客户的利益，我们认为违反了反不当竞争法能够更好地保护我们客户的利益。如果您方对这个没有准备，我们可以谈和解，可以谈在之后的程序中提出这个问题。但是我们依然要坚持你们的行为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对我们的客户造成了侵权。首先，关于你第2个问题，如果你在诉讼当中
在法庭上突然提出了一个反不当竞争的诉讼请求，你已经超越了本案之中的诉讼请求的范围，法官是不会审理的。关于你第一个问题，是不是仅限于侵犯一个所谓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啊，他的意思是你赶紧提那个改编权呀，不然我们没法驳。但是对方已经放掉了改编权了，准备好的内容没法说。你可以先回答一下。我们的主张包括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犯，但是我们不放弃对于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等其他权利的主张。OK， 请允许我使用一下黑板。好，就等这一刻了。我整花活，帅的时刻到了。对方确认了我方只构成一个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是否成立，可以看一下它的构成要件，是否构成侵权行为。我们最重要的要抓住什么？要抓住要件。首先，第一个是以有限或者无限的方式；第二个是公众可以选择时间和地点，公众可选择性；第三个是最重要的一点，它得是作品吗？是作品。又来了。我想请问一下 ，AI 生成的这篇所谓的文章是一篇作品吗？这有难度哦。对方说是作品要怎么办啊 ？What？ 哦，这个地方停了，这是要我们打完吗？哦，咱要猜了啊，等会儿猜吧。我看得正起劲，我说你把作品都丢出来了，肯定要开始反驳了吧？结果让我猜，看到正焦灼的时候，我没想到过了这么久了，就又重新拿出了纸，就像做评委一样，在记双方的论点。我这是很遥远的回忆了。我们先来听听看了，你们看完之后感觉怎么样？陈明老师这一轮最有说服力啊！你应该站出来，给予一个方向，谢谢。是的。对。我要是看完了的话。对，我要是看完了的话，如果这个判断跟他们最后的判断不一样，我都想让他们把判断改一改。但是，但我们现在到这个环节，基于目前的话，对，基于目前就截止到刚才这一刻停下来为止啊，我觉得梁威这边是占优势的。反方。对。刚才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转折时刻，我觉得这梁威这边一直就等那一刻了。就是在具体的著作权子权利当中的哪一条？对，这个时候对方提了一个信息网络传播权。对，但他们也说了他不放弃改编权的主张，然后这边呱呱一系列输出，这边闷掉了。他们的反击非常关键，如果他们把梁威的这个漂漂亮亮的拆掉，他们我觉得就是判胜，正方就判胜。如果他们陷入到这个战术里面去，陷入到这个泥潭里面，他们说不清楚。梁威那边说得很清楚，最后肖阳站起来一个结辩，盖棺定论，那反方就赢了。那咱们猜一个吧，猜。我个人觉得应该是胡明昊。对，正方，因为我感觉到他们已经想过作品这个问题了，所以我不觉得他会回答不出来，他是可以回应。对。胡明昊，我感觉他在这个队里太累了。哦，是有一点感觉。他其实最大的问题是他没有一个足够专注的时间把自己的那个跟上的，就是反驳啊，它是逐步深化的过程。就你要想到哪一层，他其实已经想到第3层了。对。但是当对方打到第4层的时候，他往下走的时候，他有点我还没想到这里，不确定。对，他有点懵了刚才。那为什么？是因为他之前的时间在短短1天里，他帮这边写立论。然后他还要跳到对方那边去，站在对方的视角，帮这边的2、3遍来练习，还有帮黄凯梳理他心里的压力。因为他觉得他是组长，对，是吧？他觉得他有一个这个能者多劳职责在。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你说。因为我在看第2季的时候，哇哦，功课做功课了，说。我在看第2季的时候，往往一个 punchline 出来之前，总是一片沉默。哦，懂，你是懂戏剧效果的，你是懂节奏的，专业传播人呢。但是，他一站起来，这样会是绝杀。
女娲补天，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对，命运的齿轮就从这一刻开始转动。我现在只担心一件事，放到刚才那儿，肖阳是不是没怎么说话呀？啊，确实，肖阳一句话没说过，所以他等会儿会不会憋大招？对，还没说话呢。有没有可能那个绝地翻盘的女娲是他呀？有可能。然后当对方胡明浩通过一轮自由辩建立起优势，最后肖阳站起来 ，Listen to me，4分钟啪啪啪啪啪全解。就是他，上一期也是他可能不算轻松，就是很轻松的感觉。没有说过话分2种，一种是胸有成竹，另外一种是确实不知道该怎么说。哦，对他组内的时候他都没说明白。对，但他组内的时候也非常纠结。对啊，因为我上一场猜错了一下，就是因为我觉得他们是不是剪接故意的，导致这场其实我感觉他是反剪接，就是剪了对方可能要赢，但其实胡明浩会赢。所以我就不以这个作为论证，我以理性的方式分析，我还是觉得胡明浩不可能没有想到对方会以作品，来作为辩论的主要手段之一。我同意，同意，小童。好，我也觉得应该是胡明浩那一组，因为虽然说场上的表现我们猜不到他剩下来的情节发展是怎么样的，但是我觉得从准备的过程是可以看出一二的。就是一个队伍他的思想是统一的，然后他的那个整体的逻辑是顺的。那这个的话，我觉得胡明浩那一组整体给我们呈现的感觉就是他们已经达成了一致的意见。然后第二天，胡明浩提出了一个信息网络传播的这个权利，对吧？在这种情况下，他相当于是应该是已经把改编权的这个问题已经处理好的情况下，他们再提出了这个点，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是有备而来的。对。两支队伍的表现针尖对麦芒，在刚才的这个环节之前，应该算是各有胜负。到底我们的票会投给哪一队？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趣多多职场充能竞猜时刻。那我们投票吧，觉得是明浩的，请举手，3、2、1。哎，全票通过了。全票啊？那就盖吧，咱。嘿，校友 ，so sorry about this。争点气吧。真的。我们已经两轮都在站他。盖了啊。盖吧，盖吧，盖吧。如果再错一次，我们剩下就8期节目只有一个试错的机会了。错不了，错不了，错不了。小何老师说不会错啊，那就听你的。小何老师，这次我们要错了，你的那个律师执照什么的，咱就我就压在这儿，我就暂时不执业。来吧，阿粉、胡明浩、许文婷、张雅琪，就左边4个。黄凯，哎，我们再盖个肖阳吧，这样会不会立于不败之地？是。我们算了。陈明老师盖了肖阳，一会儿辩论交给你。我自己打自己。来 ，OK， 哎呦，小心！是不是老天的一个启示，告诉我们要慎重？我又开始紧张了，但是已经盖上了，也没办法。OK， 揭晓时刻，辩论获胜的队伍到底是哪一队？马上公布，一起来看。第3个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作品。我想请问一下 ，AI 生成的这篇所谓的文章是一篇作品吗？他会怎么回答呢？你好，根据刚才您方2辩所说的这3点信息，首先必须要通过有线或者无线的方式进行传播。我们的案情非常明确地写出了小安在对这9部网络小说的介绍说，网络小说当然是可以通过无线的方式获取，并且大家也可以通过公众自主来选择什么方式、什么途径进行获取。对于您方刚才说的第3点 ，AI 生成的文字不属于作品，根据已经审计的公司起诉上海科技有限公司的判决书表明，人工智能生成的文章作为纠纷案，法院认定其构成作品。有例子哎，雅琪特别适合去扛梁威，特别笃定的状态。很好。首先我问一下，这个所谓的作品的归属权是谁？第2个问题，我请你读一下著作权法关于作品的定义。我来读给你听吧，好吧？哇，他这个挑衅感好强哦。对，都咬嘴唇了。所谓的作品是需要具有独创性，以及著作权法它为什么要保护作品？它为的是保护的是智力成果。先回答我第1个问题，这个作品的归属到底是谁？
我觉得您方一直在逃避一个最实质性的问题，那就是您方的作品是不是与原著作权的作品有实质性相似，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点。您方一直在逃避，一直在拉扯。好，拉回来了，漂亮。这就是当时肖阳担心的一个点。对，OK， 我再重复一下我的观点。所谓的作品是你创作出来的东西，如果我创作出来的东西都不是著作法意义上的作品，我们这个构成要件就不满足。感觉不对劲，他抓到了。对，你哪怕符合第一和第二个构成要件，我创作出来的 AI 生成的东西不是著作权法上的作品，就没有讨论的必要，侵权就不能够成立。我方针对您方刚刚提到的对于作品的一个讨论、一个定义，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在判决当中给出了司法方面的答案，即 AI 生成作品属于著作权保护范围。哦，没查到吗？重要啦！法院认为，这一个判断步骤应当分为2步，首先应当从是否独立创作及外在表现上是否与已有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有差异，或具备最低程度的创造性进行分析判断。第二，应当从涉案文章的生成过程来分析是否体现了创作者的个性化选择判断以及技巧等因素，所以这是一个需要判断的问题。而在本案当中，小安明显是在不断发出自己具有一定创造性的指令，满足了最低程度的创造性标准，因此是符合作品的定义的。哎，这个很关键，回应的好，文婷这一招非常关键。对，好棒啊！在这个战场上，优势建立起来了。梁威他的想法很活跃，但是他打的点就有很散，有的时候他自己也没有想得很清楚，然后就把这个话抛出去了，然后导致了他自己到最后可能也圆不回来，收不了场啊。好，我方先回应一下关于实质性相似的这一个问题。好，肖阳，我觉得这一问题的关键可能得看这部小说的一个创作步骤。首先是根据小安给 AI 的一个指令2，小安要求 AIGC 在上述要素的信息基础上输出不同的类型及各大篇章的概要，并将在每轮的反馈成果后向 AI 提出自己的调整要求。在步骤4当中，小安他反复提出了一个调整要求，就是不断的告知 AIGC， 要求避开与原著的相似点，只能借鉴，不能抄袭。也就是在这样一个不断的拆解原著语言风格、表达方式的过程当中 ，AI 在以自己的一种算法语言进行了新的一轮输出。在这样不断拆写、重新表达的过程当中，我方认为是不存在具有实质性相似点的。好，回到第一个论点的攻防。实质性相似，是。我非常想请问一下 ，AIGC 真的能够判断什么是借鉴，什么是抄袭？在我们现在司法实践中，法院都是要通过很长时间的判决审理才能够得出最后的结论。那您就确定 AIGC 真的能知道吗？回应一下您方所提的这个问题，你们可以再看一下我们输入的4步指令。在第1步的时候，我方当事人小安要求 AIGC 总结2部小说的写作风格等内容，但是对于他所输入的人物小传、剧情更改和情节要素这个部分，我们无法确认 AIGC 对于2部小说的内容、情节、人物是否进行了精准的描述和定义，这也是我们不认为它会有一个抄袭的可能。这种总结对于故事情节和人物的故事一定是进行了缩减的，所以它才称为总结。缩减的程度和缩减的内容皆由算法提供，不能说明在有实质性相似的情况。对于写作风格，我们再通过搜索引擎输入写作风格，查询到149000个结果。通过输入的写作特点，可以搜寻到3860个结果。这就证明对于写作风格总结之多，内容存在差异之多。我方想问，您方所指的有可能侵权的写作风格，是否和我方 AI 创作完成的写作风格一致呢？这个一致性又该如何去判断呢？雨桐其实是亮点，对，
汪雨桐应该准备了2块，一块是实质性相似。想回应一下您刚刚说的实质性相似的问题。第2块，汪雨桐准备的是人工智能做的这个是不是作品？我方当事人小安要求 AIGC 总结2部小说的写作风格等内容。在整个现场的感觉让人感受他们是准备充分的。其实他有一个点，我觉得给我印象特别深，举了很多特别详尽的数据。是的，第一是下了功夫，是的。第二，这个方法也非常好。是的。我们现在又回到了实质性相似这一个部分哈。但是通过直接的阅读您方的作品以及阅读原著作权的作品，能发现很多相似的点。暂且给大家举一点点例子，比如说2位主角都是弟子并相爱，盗走重要秘籍并逃走，受到追捕。黄药师对郭靖不满意，各种为难。父母都是因为反抗双双被杀，主角都是被亲戚收养，过着凌辱生活。主角在生日的时候都是生日哟。他得知自己的身世也是因为父母的遗志来到了学院，他们在新环境都很受欢迎，并且他们还都发现了自己的飞行天赋。这么多细节，他们都是一致的。不仅如此，对后面竟然还有原文非常的相似，就比如说。郭靖他说完后，用他的移形换影术指向了欧阳锋，并发出了一道红色的闪电，这道红色光直接击中了欧阳锋手中的神线。得了，这一部分竟然与原著中轰的一声如炮炸炸响，他的反复在有金色的光圈孕育出了金色的火焰。时间马上到了，等等的这样一些步骤是非常的一致的。张雅琪今天太亮眼了，而且这块真的是到了他的长处，所以汪雨桐很吃亏。其实角色我觉得他们是有考虑过的，没错。这个分工很好，组织很好，对自己很满意。它很有煽动性。对了，情绪。对，到了自由辩论，90秒对90秒，情绪非常关键，很稳的状态。这个时候对方只有一种风格站起来能形成有效的遏制，就是 Kim。Kim。如果站起来能够非常理性的稳住阵脚，但是 Kim 不站的话就，是。Kim stand up， 回到立论，快 Kim 会站吗？回应一遍对于我们这2部小说里边的一些情节的上的分析。必须的。首先，我想让你看一下，原告的小说跟被告的小说都是描述了有文化的地下工作者跟女游击队假扮夫妇打入敌人内部的故事，而且都涉及双方的经历、背景方面的差异所产生的矛盾、冲突等等。但法院认为这些相似之处都是整个故事展开的一些背景，而且具体情节上并不相似，所以没有判定是侵权作品。那在我们的情况下，既然这些情节的还原度还没他们的高，那怎能构成侵权的作品呢？那我们的细节、地点、人物、事件起因、经过、结果这些细节，你都觉得是一样吗？道理是有的，气势不够。回应一下一遍。本案中，我们内容是由人物、情节、环境3个要素构成。当具有特定性格特征与人物关系的人物名称与具体的故事情节在一定的时空环境中展开时，其整体已经超越了抽象的思想，属于对思想的表达。因此，《神隐江湖》与原作品在人物、情节、环境甚至写作风格上都是有实质性相似的。实质性相似不要求有语言上的相似性。假设以同义词替换的方式重写他人的长篇小说，即使2篇小说中没有一句话一模一样，但由于讲述的情节相同，该重写行为利用的就是表达。《神隐江湖》是在总结原作品的人设、剧情、梗概和情节要素的基础上产生的。非的人物谐音人物。虽然小安对于反馈成果提出了自己的调整要求，但是从结果来看，小安对于 AIGC 的指令并未使得《神隐江湖》与原作品有实质上不同。今天黄凯的表现也可圈可点，你可以发现他的态度上是非常积极，而且他的发言的逻辑也很清晰，内容也很充实，对，一点都不拉胯，非常好。2次转场转得不错，黄凯不错，接住了。他在他的点上一击致命，这就叫反驳准备的充分。还是回到作品上来看，
获得作品的权利 ，AI 生成的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作品？我们还是回归到法条。法条说的是，作品必须有2个要件，一个是实质性要件，一个是形式性要件。实质性要件是指它具有独创性，形式性要件是指具有可复制性。2个回应啊，第一个回应是针对你方第2个问题，就是独创性和可复制性。虽然我们认为你们的这个神印江湖与我们进行实质性相似，但是我们不否认你们进行了一点点的独创，就是你在每个步骤走完之后，对它提出了一些细节上的修改。第2点就是它确实可复制呀，这个东西发行了这么多本，不都是它复制的结果吗？漂亮。第2来说，如果看法条的话，他们并没有要求是公众选择原作品的权利，他只是说了作品。而且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只要法院认定被诉侵权作品跟原作品构成实质性相似，那法院就会先得出一个侵犯了著作权的结论。之后，如果这个侵权作品被传播、被复制，那么法院就会得出侵权作品是侵犯了原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所以你在信息网络传播和复制的过程中，也就是传播和复制了我们原作品中最精髓的表达的部分。但是我方不认为这篇文章是作品。著作权法第2条第1款规定，中国公民、法人或非法人组织的作品，不论是否发表依本法，享有著作权。在第2款至第4款规定了外国人、无国籍人的作品受著作权保护的条件。所以著作权保护的作品必须为人类的创作成果。所以该本小说《神印江湖》不是作品，因为它是由 AIGC 创作的。你是人侵权，又不是说 AI 侵权，看对方会不会这么说了。第2点就是与著作权的立法目的不符。著作权法第1条清楚地阐释了立法目的是为鼓励有益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作品创作和传播，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和科学事业的发展与繁荣。简而言之，著作权法以鼓励创作为目的，而只有人才可以理解鼓励机制。机器 AIGC 是无法理解我国所规定的著作权法的立法目的的，所以我们不认为它是一部作品。首先2个回应啊，第1个回应就是《神印江湖》所基于的2部小说是人写的，代码是人给的 ，AIGC 的软件是人创作的，那它为什么不是人借助工具产生的这个文学作品呢？完了，打穿了。第2个，你们提到了这个立法目的，那我们就来聊一聊立法目的。著作权的立法目的是鼓励创作，那如果我们认为你们这种杂糅的方式不构成侵权，那么将来就会有越来越少的作者愿意去做原创的创作，他们就会基于某个特定时点的数据库一直让 AI 学习，那么我们人类的原创作品的数量就会永远停止在历史的某一个角落中，那这显然是与著作权立法的目的是背道而驰。我先回应你这个最后说的这个点，好像不在我们这次的讨论范围内，因为这方面可能存在一个立法空白，是需要国家和政府来予以一个规制的，而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是否要鼓励创作这个问题。其次，我认为 AI 生成的作品的过程是不存在一个创作行为的，而创作行为是产生作品的一个必经之路。因为著作权法在新一次修订的时候特地规定了作品必须可表现。在创作及形成表达的过程中，创造物一般有3个过程。第一个是前表达阶段的思想感情，然后中期表达阶段是作者借助符号将思想感情上升为一个文字，然后最后一个阶段是作品与物质媒体的结合，可以以载体的形式表现出来。而 AI 创作是遵循现有表达、重组表达表现的路径，所以 AIGC 是来源于计算而非创作，故它产生的一个文本并不属于作品。他还是准备得很充分，没有完全穿，他底下还有，但是他很棒了，他已经很优秀了。在这种情况下，感觉只有他一个人在应战，其他人都已经。肖阳，我真的要生气了！你不再不站起来，队长，我真的要生气了。首先问一下，你们这个标准是哪儿来的？这个是知网核心期刊一位作者。好，我们那个认可你的权威性。然后我觉得他的这个3步完全符合您刚刚知网核心期刊的3步，他有思想，他借助了符号，他上传到了媒体，所以我觉得您方提出的3个步骤，恰恰证明了利用 AI 写作是一个创作的过程。肖阳，你在干嘛，队长？
就是回应一下您刚说的，根据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中的第3条，著作权法所称的创作是指直接产生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的智力活动。但是我方认为，由 AI 进行一个创作的过程是不可以认为是一个智力活动的，故由 AI 产生的一个作品也不可以称为著作权法中所说的作品。好的，我觉得到现在为止呢，双方的自由辩论应该已经比较充分了啊。那我们现在开始双方的总结陈词。小杨来了，总结陈词非常关键。好的，请反方。好。我方坚决认为，小安借助 AIGC 进行文学创作的行为并不构成侵权行为。首先，我们认为小安的文章并不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因此不涉及暗涉版权方的改编权。我国现行法律对于作品的要求十分明确。首先，作品的主体必须是人，不论是自然人还是法人。其次，作品需要具有独创性。在本案中，真正进行创作的是 AI 这个工具，而不是小安。AI 创作的内容形式也依赖于在先作品，不具有独创性，不是著作权意义上的新作品，因此不涉及暗涉版权方的改编权。其次，辩方一直在极力论证 AI 工具生成的文章构成作品。即使如此，这个作品的著作权，我们认为也不应当属于小安。现行法律并没有对 AI 生成作品的所有权进行规定。在此案中，我们看到真正进行智力创作活动的是 AI， 小安仅仅只是下达简单的指令，那它所体现的创造性又有多少呢？所以我们认为这个 AI 作品的所有权人都不应当是小安。第三，我们再退一步，即使我方承认神隐小说是作品，其著作权也归属于小安，但我方认为神隐小说与暗涉版权作品不存在实质相似性。庄诉郭明确了单纯的人物特征不属于著作权保护对象，金诉江案明确人物名称无法构成表达的实质性部分。在故事结构和情节方面，玄幻武侠的神奇世界、四大门派的设定，以及结伴冒险这些成长经历，这都是寻常不过的情节。攻有守，有补，有价值。肖阳确实总结陈词的时候，体现了他的这个牛津知识产权硕士的这样的一个理论水平了。其实肖阳到最后他去做的这个梳理，第一个不是作品，第二个不具有相似性，这两个其实让我是记住了的，到最后就那一刻是很清晰的。好的，请正方发言。好，首先我们还是澄清我们今天辩论的范围。程序性规则上写明了行为是不是侵权行为，而不是谁是侵权行为，所以我们没有义务去讨论到底谁才是侵权人。那么回到实质性相似的话，从指导案例81号开始，大量的文学作品著作权侵权案件的法院的裁决书中，都采用了一个相同的3阶段的测试，来测试所涉侵权作品的表达是否构成与原作品表达的实质性相似。第一步是人物设置和人物关系，第二步是具体故事情节的安排，第三步是整体故事内容及设置的故事线索。小安要求 AI 结合作品中的人物谐音、人物特点、故事结构、写作风格、人物小传、剧情梗概、情节要素、写作风格这些词儿，就是刚刚出现在法院判断是否构成表达上实质性相似的词儿。那即使在细节上不同，也不会影响这个实质性相似的判定。其二，刚刚对方也有提到说，对方的这个只借鉴了 J 作家的人物，只借鉴了 Z 作家的情节。
著作权只能一本一本的对比，但是不是的，著作权它是把被诉侵权方和原作品作为两个整体来比对的。比如说在案件中，法院判定这一本被诉侵权作品同时构成了对13本著作的抄袭，所以反方想要用这种方法来规避著作权的保护是不可以的。在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方面，法方提到了这个营业额有7万块钱，并且好像对这个数字比较自豪。但是这个侵权的营业数字其实是法院在判断侵权案件分配过错的标准。顾客他不是法官，顾客看到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就会买。小安或者是 AIGC 在没有经过我们的版权人的同意的情况下，利用我们的劳动成果而生成的人物特点和剧情梗概吸引读者，获得大量利润，抢占我们的市场空间，这显然就构成了不正当竞争，所以构成了侵权的行为。以上就是我的总结陈词，谢谢。好的，先给他们鼓掌，给自己鼓鼓掌，真棒，太厉害了。我们这盏灯要点亮了，开心。有灯点了，有灯点了，必须有灯点了。这个要是4位代教老师凭另一边赢了，真的我都跟他急了，我天。各位代教律师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想交流一下？还有评委提问环节。问反方一个问题。在小说作品当中，思想与表达的界限是什么？我再具体一下我的问题：故事的情节、结构、主要事件发生的顺序、人物性格、人物之间的关系，属于思想还是属于表达？或者到什么样的程度是属于表达或者思想？正方可以回答这个问题。我方一直强调的点就是，所有刚才您所说的这些方面单独的，或者仅仅只是很细小的几个点，它并不构成特别具体的表达。思想就是很大框架的，比如说爱恨情仇这些方面是思想不受保护，但是在什么条件下能够变成表达而受到保护呢？首先可以考虑，这个它所相似的点是不是核心的点？还比如说它的侵犯是不是特别的具体？第3个点就是刚才您说的所有的这些方面，整体来看，它都达到了一定的相似性，这样子的程度上才能构成它的对于表达的侵犯。好的，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辩论呢就到此结束。然后我们几位代教律师啊要做一个评议，评议之后呢，把今天的结果通过邮件的形式发给大家，好吧？哎呦，气死了！辛苦了。哎呀，还挺精彩的，很精彩。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其实他们准备的很充分了，他们已经设想到对方可能会提出的问题，然后对方呢，就反方一直想尽办法拉到作品这个讨论当中，但是正方非常明确的就是不被他们拉走，对，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就是说白了，就他们准备的更充分，讨论的细节更多，所以一切都在他们的想象范围之内，对。各位哪些实习生印象很深刻？雨桐，对，雨桐，我觉得几乎是那个队里面相对来说很出彩的辩手了。对，他准备了一个就是非法条的那个部分，就是学术性的这个引据。对，所以他成功的做到了让他们对的点多，而就是他自己完成的，让他的论据这个支点会更多。所以我觉得雨桐非常非常的棒。从9点半开始，他的队友们一个一个的走。他一个人在办公室里战斗，回家战斗，床上战斗，战斗到睡觉，他最后成为了中流砥柱，谁也没想到，真的努力都不会有白费。我当时在底下看，我就完了，我说打穿了，他嘴巴已经就抽搐了，那个时候，他的压力是非常大的，而且你说一句话被人挑刺，说一句话被人挑刺的时候，你自己脑袋里一下就绷起来，速度会变慢，但他做到了，我就被他这种韧劲就打动了。
我也觉得是，因为它中间不是有提到那个什么，这个颜色的话，可能在我们传统的过程当中，它其实也是有的。它这个点其实是非常细致的。对，因为他先预判了对方可能会觉得说这个神印到底是跟我们这个原作品到底哪里像的哪里，所以他就专门去找了一些东西说，你说的这个像其实不是哦，因为这就是一种惯常的表达。对，所以足以证明他的点准备了细到了什么程度。对，他查那个数据相似的有14000多还是13000多，是的，然后跟那相近的有3800多，对，就是他证明他真的是努力了，下了功夫了。对，我觉得这个地方真的要给雨桐一点掌声。是的，是的，超级棒。俊林刚才还说对谁？我其实对黄凯的印象也特别深刻，因为他其实在准备的时候，他自己也说过，他说他可能说话说不利索。我觉得我的可能劣势就在于我不知道如何清晰的表达。那你就把你预测的问题的答案一个字儿一个字写出来。然后他说你要是不行的话，你就一个字一个字的去写，但是他自己就真的去一个字一个字去写了，而且在辩论的时候，因为他们是有分工的嘛，对，那么对方问到了他要去工作的那个点的时候，对，他虽然是照着念的，但是每一个字都是非常准确的，直击要害，他没有一点拖泥带水的东西。对，每一个字都很关键，所以说我觉得他应该算是非常完整的完成了自己的任务，而且完成得很好。这个叫他负责的战场，对，他收掉了，这一点很不容易，因为他知道自己反应有时候偏慢，但是慢鸟先飞。就是我只需要在这儿发力，但是我只需要把我该做的部分做好了，那我就是成功。没错。张雅琪给了我特别大惊喜。真的，我没有想到无数次反驳都是他，回应都是他做出来的。对，也包括他说他的优点，就是他们不是每个人有个关键词吗？他说的是抓住对方的痛点，善于抓对方的弱点。当时那个梁威一直要把那个关注点拉到作品的时候，他就没有被误导，对，及时拉回来了。实战性，这个我真的是，我觉得哇，这个好有惊喜。而且他的语言特别有就是煽动性，对。但是他对陈律说话的时候，拿播音的来说就是特别有那个亲切感。对。他对对手和对老师的说话的那个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对象不一样，决定他语态不一样。刚才我之前还想梁威会不会乱拳打死老师傅。其实可能会，但是这次的乱拳是张雅琪打出来的。对，张雅琪没想清楚，但他不管，他呼啦就上，没想就没关系。他说思想就是爱恨情仇啊，哎呀，那些很大的东西，比如说巴拉巴拉巴拉，中间有好几次，包括刚才小童提到的，就是当大家很混乱的时候，他说你们在说什么？我听不懂。来，回到我这个来，我实质性相似，你们还没回答呢。对，就是这种感觉。我觉得这场辩论赛印象最深的是陈明老师，他整个超出了我的想象之外，他一个人可以代替人和 AI 然后他可以左手打右手，上嘴皮打下嘴皮非常厉害。我是个辩论爱好者，之前也有过类似的爱好，左脑打右脑。但是历史不容假设，所以不管怎么样，也到了揭晓最后的时刻，好不好？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段 VCR， 看我们的判断到底正不正确，灯能不能亮？来吧。又是第一，我错。为什么他总能拿第一啊？您稍等一下。职场必胜 Tips， 一心多用，效率满分，劳逸结合，切换自如，保持最佳状态。你说的是他吧？惠普星 Book Pro 14锐龙版。救命啊！我太紧张了，他们怎么不说改编权？我觉得他们应该是 get 到我们这个是可能是新面景就没有说。这是个坑，但是是你们的坑，朋友。可以，我觉得你们回答的特别好。我都快要被张雅琪吓死了，我被张雅琪吓死了。我也是，我也被张雅琪吓死了。你说话咋这么大声呀？我跟你对面，我都被你吓死了，控制不住。太有气势了。让梁威逼的都是。我也被吓死了，我是被你们吓死的。然后你说话又很快，快的我都
跟不上，我都没听懂你们在说什么。对不起，我下次会声音小一点。我很温柔的，你们不要害怕。没有了，你这个温柔的人设已经崩坏了。这我觉得我们说挺好的。真的吗？我感觉我是，感觉很不好，这些东西都没有用了，我花费了1页写的东西都没有用了，留作纪念。我稍微总结一下，大家一起分析，一起讨论啊。我们评议完了啊，一会儿你们准备查收邮件。哦，猜猜结果呀？猜猜结果呀？会不会反转了？不会。好紧张。最好不要让我知道结果。我已经不紧张了，不抱幻想了。这么消极。还没发。他一直在刷新。你们一直在刷新啊，哥？因为他太焦虑了。焦虑了，我这个食指已经快点麻了。你焦虑啥？你有10分了。不是，主要是我怕这个，怕连累了别人。我怕连累你吗？不要这么说，朋友们，我要。你对面的这位组长非常焦虑，跟你形成鲜明的对比。他喝水，他是最没压力了，他怎么都能低。这是牛津的底气。我就看他刷。我也看你刷。哎，我的刷到了。出结果了吗？出结果来了。哦。我的Outlook被我刷崩溃了。哎系统崩了，系统刷崩了，可还行？哦，好，你出结果了，吓我一跳。哎，我Outlook挂了，我看不了了，被他刷崩了，被我刷坏了。你们看吧，这个不行，只想看你的。人为什么在写邮件？我看人这手放到电脑上，我再发。出了。什么？出结果了。赢了吗？什么？哦，对了，那咱就可以点灯了是吧？为你的山东老乡点起那盏灯。哎呀，我的胡名浩啊，值得。叫名浩的都挺好的，名字里边带名的也都挺好的。我赞同。谢谢大家，谢谢。怎么了？谢谢大家，说了谢谢大家。好开心。要低调。恭喜！我已经接受这个结果了。哎呦，这还是
有点沮丧，自责。但是我觉得当组长呢，最难过的并不是自己没赢，而是没有带别人赢。而且他们组全是0，他自己又是第1，这个很那个，是很愧疚感加强。我跟你说，肯定每个课题之后就会有一个 KPI 展示，你知道吗？肯定就是，我想到就觉得很恐怖。只有我们俩是0是吗？还有 0。对。然后就变成最后几个，我真无语了。没事没事。我也是在反思，就是，那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要不我们去问一下呗？走呗，对吧？一起吧。走吧。陈律，打扰一下。我们想问一下，我们输给他们的最主要的原因是您的对我们的建议，提一点建议。坐，你们女生坐。我们其实很用功了，就是昨天也准备了很久了。这个用功，我觉得无关，因为这里面大家都很用功，他们也用功，你们用功，这个毋庸置疑。我觉得在这样的场景下，用功这个我觉得是最起码的事情。对。哇，说得真好。对。这里面几个问题，我觉得啊，我个人看法，你的天然的小小的劣势，普通话没有那么流利。对吧？因为自由辩论的时候，我其实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所以我站起来的都是我唯一能听懂的，我才站起来。怪不得他没站，这真是挺难为这个朱绰莹的，太快了。这个太不好意思不平衡，那这个是你的就是天然劣势，就是让你做。第一个就是亮明观点的一辩，那是不是考虑过，比如说你做一辩，或者还是你做一辩，对吧？这是辩论的技巧问题。这个肖阳有一定责任，你作为领队，就对整个组员的调配以及整体的安排，我觉得可能你们没找到一种特别合适的分类方法。我们本来对你，我觉得你这个知识产权嘛，你这个。是你的强项，但可能不是偏这一类，是吧？像你自由辩论阶段表现不好，因为你没有，你好像就补充了一次，然后可能。我的 partner， 我一直等着后面没到我的 partner， 所以我没站起来。所以就是你可能就是我准备的那趴一直没到，所以我就站不起来，就存在一个好像就看起来就他们3个在打他们4个，场上被罚下一个队员了，是吧？其实是有一点的，而且还是队长。一次小小的辩论，所以你们一定不要气馁，加油！谢谢陈律。哎，好难过，有点累。他们人呢？他们可能去领小红花了。好难过。不错啊，你们又长舒一口气吧？是，挺好。今天你们真的整体从表达上啊，我觉得就已经很优秀了。然后你们的那个内容其实说的也都是很到点上的，很到点上。你们2位呢，我觉得就是比较稳啊，而且你们俩配合的也挺好。今天那个黄凯也特别好，特别害怕拖他们后腿。黄凯真的好。是的。其实我觉得今天挺，给我惊喜的是。张雅琪同学的啊，那一上来这个气势是非常的足的，表达的能力也非常强。我觉得我在实质性相似上，张雅琪做到了90%。我就坐在他边上，其实我觉得他这个工作是做的非常细致的。是的，他是有 table。我看到了，我看到他有个表。对。怀疑他是拿着那个原本1万多字，可能逐个的这样的一个情节去对着。还跟哪个情节相似？骑兵逃走，
我真的觉得凌晨3点还能有这样子的精神和他的这种专注度，还有这种准确度，我真的觉得很厉害。我4点半，脑子应该不转了，而且你第二天要打辩论，而且还化了妆，脑子会很混的，但是他表达很清晰。相似。除此之外，还有对于整体的故事付出了这么多努力。作为一个实习生，在你这个时间范围内完成到这个程度，我觉得也已经可以了。所以对自己还是要有充分的信心。谢谢任律。先充电。可以去充电站逛逛。我们来，我来看这个扭蛋啊，有硬币啊，有硬币。这个真的能扭吗？好像是，应该是的。可以抽盲盒是吗？哇哦，来看一看第一个，开一下，开一下，开一下。见证奇迹的时刻。帮帮忙。等一下，快点。还可以的。我可以的。方式打开。哦，应该是有一个幸运纸条。对。哇哦，一口美味曲奇，工作状态满分。是的。不错，幸好有你。啊，我好荣幸哦。我感受到了团队协作，对，真的感受到了团魂，真的，幸好有你们，幸好有你们，幸好有大家。要哭了，要哭了，真的，这回真的要哭了。这是什么？战利品吗？我可以去扭一个，它后面。给我，我要你的。空了，没吃的了里边。里面只有一个。哎，你要吃吗？我这里有，我这个里面。给我吧，谢谢。没有吃。我要抢你的战利品。给你吧。今天没啥事了，大家早点下班吧。好。肖阳是一句话都没说。他那个脸色都变了。这种很愧疚的感觉。我只想玩这个球。天哪，竟然下班了！竟然这么早下班。我们晚上一块儿吃饭吗？就咱们8个一块儿。可以啊。我们晚上去哪吃饭？去楼下3楼的一家韩餐馆。OK。第一次团建。走啊！走。哎，你们过敏了吗？我吗？为什么这么？对，我也不知道为啥我耳朵特别红。你这荨麻疹吗？熬夜会荨麻疹。是过敏啊。我也会这样的。你也会？我压力大，我就会突然发荨麻疹。是吗？对啊，已经很严重了。咋了？过敏吗？对。因为你脸上有一点红。去医院看一下吧。没啥跟华仔吃饭啊？哎呀，这可惜了。我一直在反思，是不是主要问题是出现在我身上？我感觉是我。没有，别这么想。应该是我。我觉得可能主要真的是我的问题，就是我没有很好的控制整个场面，因为我当时对4边的定位就没有意识到我说4边，对，我没有意识到我4边是需要控场的，所以我刚好也没有触及到我准备的那个板块嘛。如果我能够再多发言几次，我觉得可能，效果可能会稍微好一点，会好一些。我们一起碰个杯。第一次碰杯，那我代表逍遥跟大家碰吧。来。我本可以这4个字最伤人。对，他要想一晚上。对。但没有这个机会。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坦然接受过去的不足和过去的自己。有些时候是能力，有些时候就是命运。
所以你无法知道到底是哪个原因，但你只能告诉当下的自己，过去的事情我只能总结，未来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就好。吸取经验。对，真正的好的领袖是需要承受别人不能承受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只有他自己知道，外人是看不见的。对，是的。然后，荨麻疹真的是我太感同身受了。我人生第一次荨麻疹，就是遭遇了我人生的一个非常，我自己觉得过不去的坎儿。我焦虑，基本上2天就没睡着觉，突然浑身就起疹子了。从那之后我就得了这个毛病，我之前都没有的，就是只要一难受，一着急。这个熬夜啊，太累了，就浑身起荨麻疹，所以我现在，包里边都备着这个过敏药啊，所以在另外一个程度上证明了，其实肖阳也是一个比较心重的人，他只是用微笑来掩盖他内心的这种不安和难过，所以。就但凡你看成功的人，其实心里边在某一个阶段里边都是这样子的人，这样他会给自己很大的压力，告诉自己你必须要去努力，要去成功。对，没错，他是大老师说的小鸭子，表面上看起来当两个脚在里面，真的表面风平浪静，底下里使劲扑腾。而且这次对他的任务其实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就是因为带一个队，他之前没有试过。但我也想跟你讲，就是人生中的至暗时刻，也是进步速度最快的时候。是的，涅槃，不把自己打碎，没有办法有个全新的自己从里面生出来。我期待接下来每一位肖阳这个队里的每一个人有一个巨大的改变。但是其实他们每个人都在补足、查缺补漏一些自己还没有那么好的地方。你看，作为黄凯来说，他可能是要补他专业上的知识，这个对于他来说是他很重要的课程。那对于非常非常优秀的小肖同学来说，那他可能补上的是怎么做一个领导，或者怎么面对他不那么优秀的那个时候。其实就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课题在这个里面，所以我觉得是很值得，然后也不严重的事情。只要查缺补漏，修补好自己的那一个，然后他们都可以在整装再出发。其实我觉得刚才其实有一个细节，我觉得特别戳我吧，就是虽然胡明昊他们组只有1天。就是他们临时建的这个组，但是最后他们其实有一个很巧的一个地方，就是当时许文婷夸了一句张雅琪说幸好有你，他其实是很害羞的接受了，然后他又立刻去夸了黄凯，幸好有你，幸好有你们，幸好有你们。然后他们互相这样子的夸奖，夸到胡明昊，幸好你，胡明昊说对，幸好有我，就是有我 ，Yeah it's me。是的，一种爱的传递。对，就是他们每个人都在接受对方给自己的这种爱，然后又把这份爱传递给了另外一位，然后把他们每一个人都顾及到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团队最好的一种感觉。真的。OK， 咱们加油团的推理迎来了第一次成功，对不对？接下来要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趣多多职场充能时刻，我们要点亮本季的第一站充能之路。耶！来，第一盏灯，3、2、1，点亮！步步高升。哎呀，虽然上一期没有点亮的，但我们后面8期亮6盏，对不对？容错空间听起来就感觉靠谱多了，75%的胜率，我们就可以争得一个额外的 offer， 开心时刻。好，在本次的案件的辩论的焦点考核当中 ，AI 的著作权侵犯当中，其实当最初这个题目出来的时候，我发自内心的觉得还有一次掌声要送给我们节目组，说实话。就我想先给他们鼓一次掌，为什么？因为这次的这个题目本身的设置其实超出我的想象。法律论题的设置，我们又是一档综艺节目，要面向大众。是的，它要引发思考，要让大家听得明白，门槛不能太高，而且要真的涉及到前沿的司法空白领域的这种关注，这个切点的寻找是颇见功力的。这不仅仅是我们节目组一次小小的尝试，也不仅仅是8位实习生一次简单的辩论，我觉得更多也是我们对于整个当下中国司法现状的一次关注和呼喊。我们如果说在当下的中国，我们的比如说人大、
我们的立法机构能够看到这样一个小小的呼声，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在两会上能看到相关的提案。中国如果在 AI 这个著作权的保护上走在世界和人类的前面，这也是一次毫无争议的为整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法理进化做出了一次巨大的努力。是的。所以感谢，我们也把掌声送给到我们节目组，也要恭喜我们正方的胡明昊、许文婷、张雅琪、黄凯的胜出，恭喜各位！当然，遗憾的事情是雨桐、梁威还有朱绰莹依然是0 KPI 的成绩，是一个尴尬的数字0，但是也是一个漂亮的起点，因为每个人起点都要归0，然后这才是节目才是第2期，千万不要懈怠，不要停下向前奔跑的脚步，让我们看见你们接下来的努力和蜕变。下期他们会遭遇怎样的挑战？各位，我们下期见，拜拜，拜拜。我们来了一位新的实习生，他将直接和大家一起参与第3个课题的考核。如果他在这个考核当中踢馆成功，他将替代你们中间的一位。这才实习几天啊，就赶我们走吗？我马上是不是要被淘汰？第3个课题呢是见委托人，你们9个人将会被分为4组，在每个案件项下，最多只有1位同学会获得 KPI 值。赌把大的吧。我现在正在发抖，我也是。哇，我好害怕。你刚刚提到就是说10.5条的这个条款的话，这个有什么案例支持吗？这个具体的案例我们还没有。所以根据2位现在的介绍，我们这个钱就必付不可吗？我们不希望拿太多这些无用的举证，然后人家就觉得说我就在你身上投了钱了，然后你现在就是要跟我走，你不跟我走你就结束。容我冒犯，这是否意味着您方当事人在签订合同的时候有欺诈的意思表示，甚至可能构成合同诈骗罪？这是我人生中遇到最大的困难之一。我好像已经很小心了，但是还是会出错。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一战签名。哇，逆风翻盘，真的是逆风翻盘。最危险的选手就是这2个吧。一口美味曲奇，工作状态满分。本节目由超好吃的趣多多曲奇独家冠名播出，实力高能进阶 ，offer 轻松到手。感谢惠普星 Book Pro 14锐龙版联合赞助播出。兰蔻不限你未来线上学习平台，赋能女大学生职业发展。本节目由兰蔻赞助播出。美味持久在线 ，offer 随时开炫。本节目由清爽根本停不下来的炫迈行业赞助播出。offer 令人心动，英诗派伴你逐梦。感谢凭实力智领先行的东风本田英诗派赞助播出。展露优雅真我，职场得心应手。本节目由时刻优雅的浪琴表赞助播出。我认为，本身工作是一项团结协作的任务，它需要很多人间的调和。很多人对于完美的判断是没有办法调和的，而且工作要的是一个好的交付，好的交付并非完美能够画等号。我觉得还是要区分一下是个人工作还是集体工作，因为如果是个人的话，我其实觉得有一丢丢的完美主义在里面，能创造出更好的作品，尤其对于一些精密要求比较高的工作而言。但是如果是团队，那就另当别论了。因为我觉得在一个团队中，每个人对于完美和最好的标准是不同的。如果一个人过分的追求完美，那其实可能会造成团队的矛盾，或者给其他团队成员的工作造成压力啊，或者拖延，那就不可取了。我会把工作任务根据出任务人的意图，也就是工作目的进行分类。有时效性，需要快速给到反馈信息的，快速的准确给到反馈信息即可，不需要打磨细节。但是对呈现结果有要求的，我就会花大时间把细节打磨到完美再提交。当然，我对所有工作大原则都是先完成后完美，没有完成一切都是0。工作上的完美主义没有必要，而持续性的高效产出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把完美完成工作定义成100分，那我觉得从95分到100分比0分到95分要难太多了。你要付出成倍的时间、精力的成本，更何况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完不完美怎么去被界定？每个人心中的标准或许都是不太一样的。我们应该抓大放小，才能持续性的高效产出。
迹。理想的路在发着光，未知翻山越岭。上腾讯视频令人心动的 offer 第5季节目讨论区，参与节目投票话题讨论。上微博参与令人心动的 offer 议题辩论，畅所欲言你的观点。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网易新闻、新浪新闻、界面新闻、智娱、成果娱乐、影视聚焦、环球在线、Do News、一点资讯、华语之声、天翼视讯、WiFi 万能钥匙、中华万年历、知乎、丽丽城传媒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令人心动的 offer 第5季，每周2、周3 19点更新上下集，会员抢先看48小时，每周5中午12点加更版，每周6中午12点陪你看 offer， 会员专享更多精彩，周中还有独家采访、神秘直播随机掉落。令人心动的 offer 第5季，每周2、周3 19点更新上下集，会员抢先看48小时，每周5中午12点加更版，每周6中午12点陪你看 offer， 会员专享更多精彩，周中还有独家采访、神秘直播随机掉落。